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今天要来安装一组浴柜。现在已经来到客户家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组浴柜。重，50公分高，50公分宽，有缓冲 ，OK 还不错。烤漆的，搭配这组 TOTO 的这个脸盆水槽啦。 这两个加起来9000块，去台中买回来的。TOTO 型号是 L710 ，Made in India, best friend forever。接着看水龙头，这组水龙头3500块 ，TOTO 的，所以总价全部一整套是12500。小个短袜，这个下水槽。 哦，一些配件，重点是这个 TOTO 没有型号，单腔混用水龙头。老板说这个是基础版的啦，3500块。他说这个比较多人用。我问他说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他说其他选择就15000。我就说那我先不用看了，测试一下，还不错。它这个是有拉杆的，就是要止水要拉的。 那接下来就进行安装喽。先看一下旧的啦，因为我要换，不是我，这个客户要换这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旧的洗手台破掉了。这是原本的脸盆，这里裂开了，不知道某一天就突然裂开了。我觉得其实是不会有立即的危险性啊，因为它下面是有这个撑住。不过还是把它换掉。原本是凯撒的，那下面也没有那个 收纳，所以就买了一个浴柜，一个柜子包含上面一个水槽。好，那就现在来拆。发现它原本也是轻轻的夹着而已。把它抽出来看看。拜托，不要有蟑螂。 还可以。好，把这个搬出去，接着先把冷热水都关起来。好，关起来。接着把这个水管给拆了。我戴了手套，因为我怕等下这个破掉割到手。这个叫什么反耳吗？三角反耳，这应该是不用换。好，接着应该是先拆这个管子。 接这样拿出来，我看这里面有水，倒马桶里。哎呦，哎呦，一点点陈年的垢，哦，臭臭的，下水道的味道。赶快要把这个拆下来，看一下，螺丝钉在里面。好，松掉一颗，空间很小。好，松了。哦，藏在很深的2个螺帽，把它转开。 我靠！哦，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我靠！哦，这里面有水啊！我靠！松开了，接着把这个端出来。我靠！我靠，超重！闻一个。哦，超重！先把它搬出去。哇！ 刚刚把这个墙稍微清理一下，这个旧的壁虎好像不能拆，所以要么就是要把它割掉，或者是我先留着啦，先不管它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放，就是柜子套上去之后在柜子里面，所以是没关系的吧。先不拆，等下再看。刚刚业主说上面这个平台他不要了，所以就我现在把它拆掉，把它稍微松开，就可以拿出来。 这个架子，从后面的螺丝钉拆。好，拆开了。这个壁虎不知道拔不拔得出来，塑胶壁虎，我试试看，转一点进去。能拔出来的话，我之后才可以比较好填东西啊，不然现在一个塑胶塞在上面。
哦，拔出来了。再拔，有总共4个，稍微转一点，因为你转太多，它就整个壁虎就咬住了，咬住墙壁，你倒是拔不出来。哦，出来了，第2个。啊！哎呀！哦，这断了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一点。我转了大概3圈半而已。哇，出来！接着再清洁一下。接着我现在要定位柜子跟上面脸盘想要装的地方。这个柜子就想要装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呢，往后看一下，它原本有4个壁虎，对，1、2、3、4。那我发现上面2颗是可以继续用的，所以等下就要这边要钻2个洞，钻2个洞放上面的壁虎，那下面的壁虎就留着不理它了。现在先来钻2个洞，装好了，刚忘记拍，钻了这一颗跟这一颗，那这个、那个跟这个是原本就有的。原本的刚那个铁片上的，那这2颗是我新装的，要装那个旧的壁虎的。哦，来套套看。哦靠，超重。哦，塞进去，好像不够大，这洞还不够大，看。我靠，不行，这个洞不够大，需要再大一点。我把洞扩大了一点，再试一次。哇，很重。哇，是呀，测一下水平。啊呵，歪歪的，左边有准，右边没准。啊，应该是右边这根壁虎松松的。好，我来瞧一下水平。我刚刚已经测完水平了，那也在墙壁上画了2个洞，2个黑点，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就是拿来锁原本柜子上面预设的那个洞。接着就要来钻这个洞，那我是用这个金刚钻石砖头，先把这个瓷砖磨一个洞出来，接着再换水泥砖头打进去。用这个金刚砖头的时候，要用海绵这样加水，才不会让它砖头直接融化就坏掉了。我去换一个水桶好了，用喷的，因为我发现这个海绵不好用。好，断了。接着来钻一个细细的洞，给等一下螺丝打进去用。刚这个柜子放上去的时候忘记拍了，但是就是这后面放实力孔，然后这2个进壁虎，然后这边我用一个木头垫一下抓水平，有水平的就 OK 了。这边前面后面都有。OK， 那现在接着就把这个柜子送的钉子打进去。刚刚已经把水龙头装到这个水槽上，那水槽粘上去了。接着要来装下面的部分。但是我发现我的水槽装太高了，所以这个装不到。等一下再去买转接头，因为我想要让它高一点的，这样底下才不会那么潮湿，就是有个空间吧。接着还要装这个拉杆来控制这个，然后这个说明书都大概教一下，我还在研究中。大家好。这个水槽已经装好了，之前因为前几天比较忙，就一直没拍。那我现在赶快趁现在拍，不然这个柜子准备要放东西进去了。来看一下，水槽上面长这样，透透的，已经用了几天了，所以有一点点脏。侧边长这样，这个柜子有防撞。这边还不错啊，做工还不错。然后下面就是可以像是空的。我就想要这种，这样下面比较不会那个有脚的话会卡到东西嘛。开水、冷水、热水，滚。
蓄水。下去，来看一下这个里面，这个就是重点，这个花了很多时间。当初遇到一个问题，原本的水槽是在比较低的位置，那我们想要把它往上移，这样子下面的空间会多一点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干净吧。所以我就把它往上移。那我们有上网查，可以移到91公分，所以我们装91。结果装上去之后发现，它原本送的这个水管这边是这2个是接水龙头，原本要直接接墙壁，结果发现管子不够长，所以我又再买了这个转接头，这个是公对公，然后转过来之后才接墙壁这边，这样就延长可以。接的是这个排水管，这个排水管它原本附的是，这边是我贴疏气孔，我等一下再解释。这个是原本这一段的，因为我脸盆摆太高了，所以中间空太多一段，所以我就去找这段金属管，还不错，这样蛮漂亮的。只是因为这个要切，因为它这个好像原本比较长，所以反正就要切，我就买了砂轮机在那边切一切，后来就搞定了。那全部接上去之后，开始这边我觉得它不应该会漏水，因为这个是原本的配件，这个也是原本的配件，结果这2个接起来，我锁很紧，它还是会漏。那我不敢真的再锁太紧，因为它是锁这个东西，这个它等于是锁紧之后2边夹，然后让它水不会漏出来。但是就我锁了，我觉得蛮紧的，它还是一直漏。我不敢再更紧了，因为我怕再紧它这个会破掉，所以我后来就用那个疏气孔把它整个包住。那这样子就没再漏了，只是未来要拆不知道怎么拆，以后的问题以后再烦恼。那这个小头是要拿来拆这个过滤器的。好，柜子里面就这样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我的柜子是用原本旧的脸盆的壁壶去锁的，所以它位置你看没有在正中间，因为它就是配合原本的脸盆。然后旁边又再锁了2个吧，这个中间是我在另外锁的，这个中间是我另外锁的，所以等于有4颗，2个壁壶跟2个螺丝把它锁在墙上。这个脸盆跟这个柜子之间它是没有什么钉子锁住的，所以就是弄疏气孔打一圈之后就把它压上去就粘住了。柜子跟墙壁我都有用疏气孔粘住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很稳的，应该很稳吧。这一组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啦。整体的空间看一下，就长这样。OK， 今天安装的就是这个柜子，以后就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了。总花费是这个，总花费12500，加那个管子好像250块吧，所以就说13000以内啊，13000换这一个脸盆、水龙头跟浴柜。这2个是应该是 TOTO 日本制的吧，我不知道。Made in India, best friend forever。这个柜子是台湾做的，我觉得做工也还不错。好，那这集就到这边，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